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进入第3天。17号上午，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在堪培拉举行，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方邀请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双方方便时访华，澳方对此表示欢迎。中方还当场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此举受到澳大利亚舆论的热烈欢迎。当地时间17号上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议会大厦广场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现场鸣放礼炮19响，军乐队高奏中澳两国国歌，李强检阅了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同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强指出，中澳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互利共赢，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澳方不断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文旅等交流合作。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方高兴地看到当前澳中关系企稳向好，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澳方愿同中方保持对话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推动澳中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欢迎更多中国学生和游客来澳留学旅游。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巩固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宣布，年内将在澳举行第10届中澳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中澳高级别对话第8次会议、第8次中澳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中方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双方同意互为旅游、商务、探亲人员审发3至5年多次入境签证。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将对澳免签的消息公布后半小时，携程国际平台澳大利亚游客搜索中国相关关键词热度环比前一天增长超80%。实际上，自阿尔巴尼斯去年底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持续转暖，航班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客源国，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澳大利亚游客来中国的热门目的地包括北上广深、成都等地。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澳大利亚往返中国的机票均价较去年同期降低近30%。在南半球颇具舆论影响力的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报道指出，中国已经对全球多国免签，澳大利亚也被纳入这个特殊的朋友圈，是重大利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就是想向澳洲政府，也包括向澳洲人包括向澳洲的这个华人释放信号，就是说以后中国希望和澳洲发展一个长期稳定互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战略经济对话自贸协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教育、文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Australia advocates that we should a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a regional balance 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 A region where countries large and small operate by the same rules that we have all had a say in shaping. 会后发表的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提及，双方肯定两国领导人、部长和各层级官方开展定期接触，支持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双方确认计划于2024年重启中澳战略经济对话。观察指出，这意味着本年度中澳高层对话机制又成功重启了一个，为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再添助力。实际上，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中澳总理定期会晤下的重要机制。自2014年开始，总共举行了3次。但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中方因此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过去7年来，澳中关系经历跌宕起伏，从跌入冰点到近2年逐渐回暖，影响不少普通民众的生活。
作为澳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李强此次来访备受该国社会各界瞩目。值得注意的是，17号下午，李强还在堪培拉会见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达顿。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澳大利亚朝野各界一道，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达顿表示，澳中关系至关重要，澳反对党乐见中国发展繁荣，并将中国视为伙伴，希望澳中关系稳定发展。澳反对党愿同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深圳卫视注意到，达顿曾任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和防长，在中澳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多次表示，澳大利亚应认真思考对华关系，并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去年，达顿在与到访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会见时表示，双方应直面分歧，坦诚沟通，避免两国关系再次受到冲击。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晨报近期还报道指出，达顿目前的人气高涨，是下届总理的强有力潜在人选。The Australian and Chinese people created many new pipelines of business, trade and migration. Indeed, just the other 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need for Australia's quality thermal coal has generated electricity for thousands of your citizens and generated thousands of jobs here in Australia. And that is just one of many examples of how both our peoples benefit from these enduring pipelines. 中澳关系呢互补性强潜力非常的巨大。中澳两国之间在贸易结构上这个产生结构性矛盾的领域并不多。澳大利亚有的中国呢相对的比较薄弱，中国有的澳大利亚呢也相对的缺乏。所以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两国的贸易呢仍然保持在一个高位。值得一提的是，6月17号，在两国总理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签署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澳自贸协定实施的谅解备忘录。中澳自贸协定的新进展也令澳大利亚业界欢欣鼓舞。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第一时间表示，如果没有中国，澳大利亚人购买消费品的费用将增加4.2%。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签署的首个高水平自贸协定，自2015年12月生效实施以来，有力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此次签署备忘录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深化自贸协定框架下的合作，继续发掘协定潜能，推动中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既是澳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该国1/3的出口商品的买家是中国企业，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1/4进口产品来自中国。去年中澳贸易额再创新高，约合人民币13453.6亿元，澳近80%的贸易顺差来自对华贸易，投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澳大利亚煤炭、原木、大麦、甘草等产品已重返中国市场。实际上10年前，当时中澳两国之间采取了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相关的协定的时候呢，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这个关切和期待。那个时候相互达成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10亿美元以下的都不需要经过审批。那么这么好的这个投资条款呢，在后来呢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了一定的挫折。那我觉得接下来呢，中澳之间的这个投资、贸易以及相关的经济的各种协议我们都呼吁更多的能够落实更多的落实呢，也将有助于中澳两国的民众中澳两国市场的共同的繁荣。路透社引述阿尔巴尼斯的话说：“我们也有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坦诚对话如此重要。”报道特别提及，会晤后，李强告诉记者，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果的会议，达成了很多共识。对于新华社报道提到的反对阵营对抗和新冷战，路透社认为这指的是美英澳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方曾多次强调，搞阵营对抗、拼凑排他性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意愿。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在标题中就指出，双方同意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专家分析说，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澳大利亚采取两手策略，也就是在经贸上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在战略上则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部署。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发文认为，自中澳建交以来，虽然两国关系经历了起伏，近年来也时有摩擦，但双边关系仍具有韧性，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人民的期待。两国将在承认分歧的同时，以冷静和专业的外交手段处理分歧，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继续合作共赢。17号上午，李强在堪培拉集体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众议长迪克时就表示，中澳关系下一步要取得更大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澳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加强沟通对话，以增进了解，消除疑虑。中国通过不断的促和去跟更多的国家加强合作那么也用这种真诚的合作意愿呢，去化解掉某些势力希望掀起新冷战、脱钩的这种不良的动机那我觉得，所以呢，中澳这次总理的会晤不仅仅是双边层面上的两国关系的不断转圜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更重要的呢，它也牵动着整个世界变局的更好的往积极方向去转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